在当下的国产剧市场里，转型几乎成了所有演员绕不开的一道坎。尤其是那些曾经凭借某一类形象深入人心的演员，一旦观众形成固定认知，再想突破，难度不亚于重塑一次人生。谭松韵正是这样一个被少女感既成就也束缚的演员。当少女感成为标签，是礼物还是枷锁？从最好的我们到以家人之名，谭松韵塑造的角色几乎都带着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她的脸型圆润，五官柔和，眼睛清澈，这种外形在影视行业里极具辨识度，也极具安全感。观众看到她，很容易放下戒备，甚至不自觉地产生保护欲。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当观众习惯于在他身上寻找青春纯粹无害的气质时，他就被困在了这个舒适区里。他可以反复饰演学生、少女、邻家女孩，却很难让人信服他能承载更复杂、更沉重的人生。于是问题来了，一个被观众定义为永远年轻的演员，是否还有资格去讲述成长的故事？我的山与海给出了答案。破碎不是卖惨，而是一种重建。这部剧的开篇并不讨好观众，密集的苦难设定让人一度怀疑编剧是不是把所有悲剧模板一股脑地塞进了女主的人生。身世之谜、亲情断裂、爱情背叛、友情牺牲，几乎每一步都在往深渊里推。如果处理不好，这种剧情只会沦为廉价的情绪操控。但谭松韵没有让它变成消费苦难，她的处理方式是克制，不是歇斯底里的宣泄，而是一种快要崩溃但还在撑的状态。她的眼泪往往停在眼眶边缘，甚至在最痛的时候反而收住情绪。这种表达让观众从看她哭变成了替她难受。有网友评论说，以前她的哭让我觉得心疼，这次他的忍让我觉得窒息。双引号。还有人写道，不是演得惨，是让我相信这个人真的在活。双引号。这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转变。当表演从表达情绪转向隐藏情绪，演员才真正开始成熟。他没有因傲降大，而是选择让角色生长。很多演员在转型时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用外在的强势去掩盖内在的不匹配。换发型，换造型，穿西装，压低嗓音，试图通过视觉符号告诉观众，我变了，我很厉害。双引号。但这种表面成熟，往往经不起细看。谭松韵这次没有这么做，她没有去塑造一个天生强大的女性，而是塑造了一个被生活逼着变强的人。方婉之不是一开始就会谈判，会算计，会掌控局面。她会犹豫，会退缩，会犯错。她的成长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而是在一次次失败、一次次被现实击打之后，慢慢长出来的。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观众究竟更愿意相信天生强大的人，还是被逼成长的人？从弹幕和评论来看，答案很明显。她不是那种一出场就开挂的女主，但我更喜欢这种慢慢变强的感觉。双引号。看到她在工地被骂、被忽视，我反而更相信她后面的成功。双引号。这种生长感才是角色真正打动人的地方。眼神的变化是这次转型最隐秘也最关键的一步。如果说外形没有太大变化，那谭松韵这次最明显的突破，其实藏在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地方——眼神。前期的她，眼神是散的，是不安的，是在不断观察和确认世界的。中期，她的目光开始有方向，有判断，但依然带着犹豫。到了后期，她的眼神变得稳定、内敛，有了一种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沉静。这不是靠台词说出来的，
而是靠细节一点点堆出来的。有观众这样评价：脸还是那张脸，但眼睛已经不是以前的眼睛了。双引号。还有人更直接，他终于不像小孩装大人，而是真的长大了。双引号。说到底，演员的成长不在于他演了多少大角色，而在于他是否真的理解了时间在一个人身上留下的痕迹。老戏骨的托举是一场无声的教学。这部剧的另一大亮点是对手戏的质量。王劲松饰演的养父没有夸张的情绪表达，却在每一个停顿、每一句话里都藏着分量。他的爱是压抑的，是不善言辞的，是那个时代父亲最真实的样子。两人的对手戏有一种很微妙的张力，尤其是那场幕前对峙，不是单纯的情绪爆发，而是一种价值观与情感的碰撞。有人觉得谭松韵在那场戏里接得不够强，但也有人提出了另一种看法，正是她的弱，让这场戏更真实。因为那个年代的女性本来就没有那么多反抗的空间。双引号。这其实触及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表演的对等是否一定意味着力量的对等？有时候不对等反而更接近真实。女性关系的重写不是对抗，而是并肩。在许多影视作品中，女性角色之间往往被设置为竞争关系，资源、爱情、地位，总有一个理由让他们对立。但我的山与海选择了另一种路径。谭松韵、董卿、希望组成的创业三人组没有互相消耗，而是彼此支撑。他们在狭小的空间里分享生活，在困境中互相拉一把，在关键时刻选择站在对方身边。这种关系并不完美，也会有摩擦，但底色是信任。有网友留言：第一次看到年代剧里女生不是为了男人撕，而是一起赚钱。双引号。这种友情比爱情更让我感动。双引号。这也引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女性之间的关系究竟被多少影视作品误读了？不完美的剧本反而成就了更真实的表达。不得不承认，这部剧并不是没有问题。前期的剧情推进确实有堆砌苦难的嫌疑，节奏偏快，情节密度过高，让人有些喘不过气。但奇怪的是，观众并没有完全否定它。原因或许在于，当演员的表演足够真实时，观众愿意对剧情宽容一点。甚至有人这样说：剧情有点夸张，但他演得太真了，我就当这是真事。双引号。这听起来有点荒唐，但也说明了一件事：影视作品的核心从来不是故事本身，而是让人相信的能力。一次不彻底却重要的转型。谭松韵这次的转型并不是那种惊天动地的颠覆，她没有完全摆脱柔的底色，也没有变成另一种完全陌生的类型，但她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任沉重。这或许才是更可持续的路径，不是推翻过去，而是在过去之上叠加新的层次。有观众总结得很有意思：他没有变成别人，他只是变成了更完整的自己。双引号。写在最后，我们为什么会被这样的角色打动？也许是因为方婉之的故事并不只是一个人的故事，他的挣扎，他的隐忍，他的慢慢成长，映照的是无数普通人的生活轨迹。不是一路开挂，不是天赋异禀，而是在一次次跌倒之后仍然选择往前走。所以最后留几个问题：当我们在屏幕前为他落泪时，我们是在心疼他，还是在心疼某个阶段的自己？当我们为他的成功感到痛快时，那种爽感究竟来自剧情，还是来自某种被压抑已久的情绪释放？
而当我们说他终于转型成功时，我们评价的是他的演技，还是我们对他的期待发生了改变？或许我的山与海的意义，并不只是一次演员的突破，它更像是一面镜子，照见角色，也照见观众。至于谭松韵，他大概已经跨过了那道只能被定义的门槛，接下来要走多远，不取决于观众愿不愿意接受，而取决于他是否还愿意继续冒险。毕竟，比起一成不变的安全感，真正让人记住的，从来都是那些带着一点不确定的勇气。